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立秋前后有禁忌。8月8号立秋，牢记3不睡、3不做、3要吃，指的都是啥？一起来听。立秋是24节气中第13个节气，也是秋季的第1个节气。此时的太阳已经到达了黄经135度，阴气上升，阳气下降，秋高气爽的日子正在慢慢到来。当然，并不是马上，至少也需要20天的时间。酷热与凉爽的分水岭一般出在白露节气，立秋只是一个预告，并不是真正的秋季到来。眼下还有一个末伏未结束，一早一晚凉爽，中午依然很热。每年的立秋节气，老人就叮嘱我：3不睡、3不做、3要吃。你知道指的啥吗？人是顺时而生的高级动物，到了哪个季节，就应该遵守哪个季节的规矩。人们都知道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夏天吃姜有好处，但是立秋以后就不再建议吃姜了，应该适可而止，或者少吃为妙。另外还有秋瓜坏肚的说法，老人孩子肠胃较差的人，立秋以后应该远离西瓜，避免受凉，引发腹泻痢疾等疾病，影响自身健康。3不睡：一、不睡晚觉，晚上超过11点钟就属于晚觉了，正常应该保持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，老人孩子应该更多，否则会影响第2天的学习和工作。早睡觉也有助于大脑的休息，器官的排毒，第2天清晨活力满满，神采奕奕。2、不能吃饱就睡，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，吃完晚饭就上床睡觉，其实这是极不健康的睡法，食物未得到充分的消化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晚上吃少，再逛一逛，走上几百步，加速肠胃蠕动，促进食物消化，有助于尽早排出宿便。3、不湿头发睡觉，晚上都要洗个澡睡觉，尤其长头发的女士，带着湿漉漉的头发，随便包一个头巾就上床睡觉了。这种睡觉的方式容易导致湿气、寒气进入体内，引发不必要的疾病，例如感冒。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用温热水洗澡，然后充分晾干或者吹干头发。3不做：一、不暴饮暴食。很多人觉得秋季来了，我要把失去的补回来，于是开始大鱼大肉，胡吃海塞。其实这是极其不健康的吃法。大自然是循序渐进的变化，身体也是这样。现在的立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，吃肉没错，应该保持勤吃，少吃的方式适当的滋补。2、不吃生冷食品。民间有秋瓜坏肚的说法，立秋以后一早一晚有凉意，西瓜挨着地面存放，容易吸收凉气。对于老人孩子和肠胃弱的人来说，吃西瓜容易引发腹泻痢疾，应该少吃或者不吃。另外，雪糕、冰棒、冰淇淋、冷藏饮料、冰啤酒，能不吃的就不吃。啤酒饮料可以改为常温模式，刺激肠胃，影响健康。需要1000道经典菜谱，1000多种小吃和500道酱料配方的，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"指尖未及"即可自动获得。3、不洗凉水澡。立秋以后最怕的就是凉气，容易侵袭身体，引发感冒。此时早晚的温差很大，中午出了一身臭汗，晚上没有洗澡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拿凉水冲洗，贪图一时的爽快，殊不知会吃大亏。一定要对热水保持温水模式洗澡，昼夜温差很大，相差10来度。3要吃：一、多吃补肺食品，春养肝，夏养心，秋养肺。在立秋以后，肺与秋气的关系十分密切，一定要多吃养肺、润肺、补肺的食物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食材养肺，我推荐给大家几种，有蜂蜜、雪梨、莲藕、莲子、百合、白萝卜、银耳，尤其是蜂蜜热饮，补肺益气，止咳化痰，润肺清热，能缓解一定的干咳情况。2、多吃祛湿食品，
眼下正是中伏，立秋以后马上就是末伏了。早晚温差大，中午又十分炎热，人们大量补充水分，阳光猛烈，高温潮湿多雨，身体免不了遭受湿气侵袭。这一段时间还应注意祛湿。关于祛湿的食材，我也推荐2种，第一个是赤小豆，第二个是薏米。可以将2种豆类熬煮成粥，隔3差5来一次，有益身体健康，排出湿气。3. 多吃温补的食品。立秋以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是时候贴秋膘了。贴秋膘的意义就是把夏季丢失的营养找不回来。夏季温度燥热、闷热、潮热，影响了人们的食欲，很多人干脆不吃饭，或者用水果、零食代替，久而久之，体重下降，脂肪流失，变得弱不禁风。贴秋膘就是吃肉，补充营养，迎接秋冬的凉意。尤其是冬季，没有脂肪，怎能低于严寒呢？贴秋膘建议以牛羊肉为主，可以助元阳、补精血、益虚劳、温补身体。很多人不注重健康，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，只要合理饮食、健康运动，随着节气变化而变化，你也会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立秋将至，让我们一起3不睡、3不做、3要吃，安稳健康地度过秋季。同时，老人说今年立秋不一般，8月7立秋有4个特殊之处，早做准备，有讲究。老人们常说人与天地合一，顺时而动，这话听起来有点文绉绉，但其实意思就是说，咱们得跟着大自然的节奏来生活。立秋这个词儿大家肯定不陌生，它就像是一个大自然的闹钟，告诉咱们夏天快过完，秋天要登场了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立秋可是个大日子，它不仅仅是个节气，还代表着丰收和新的希望。不过今年立秋有点特别，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这次立秋不一般。哎呦，这是啥意思呢？难道今年的秋天会有啥新奇的事儿发生？咱们得怎么准备才能稳稳当当地迎接这个不一般的秋天呢？别急，接下来就给大家说道今年立秋的特别之处，还有咱们该咋应对。今年立秋有哪4个特殊之处？1. 今年立秋是朝立秋。今年立秋的第1个特殊之处，便是其发生在早晨，即所谓的朝立秋。在中国古代历法中，立秋的具体时间是通过观察天空中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来确定的。当斗柄指向西南方向，且太阳运行到黄经135度时，即为立秋的时刻。若这一时刻出现在午时11至13点之前，则被称为朝立秋。今年立秋的具体时间为8月7日早上8点09分01秒，因此归类为朝立秋。在古人看来，朝立秋往往预示着天气将会有一个快速的转凉过程。这种气候的骤然变化对于人体来说是一个挑战，特别是对于那些体质较弱的人群。因此，在朝立秋之际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，适时增减衣物，以防受寒感冒。同时，饮食上也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温热性的食物，比如姜、蒜、红枣等，以增强身体的抗寒能力。2. 今年立秋是母秋。母秋与公秋之分，是古人通过一种人格化的方式来描述立秋的特点。这种分类并非基于性别的划分，而是依据立秋交节当天农历日期的奇偶性来判定。若交节日期为单数，则为公秋；若为双数，则为母秋。今年立秋交节为农历7月初4，日期为偶数，因此被认定为母秋。在古人的农谚中有公秋爽、母秋凶之说，这里的凶并非指凶险，而是指气候的不稳定性。在母秋的年份里，气候往往会出现较大的波动，尤其是容易出现先转凉后变热的秋老虎现象。面对这种气候特点，我们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和保暖工作，避免受暑热或寒凉的侵袭。同时，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当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3.
今年立秋是秋包伏，立秋与三伏天中的末伏紧密相连，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有着特殊的含义。当立秋当天就进入末伏时，被称为伏包秋；反之，若立秋后还有一段时间才进入末伏，则为秋包伏。今年立秋交节并非庚日，因此属于秋包伏的情况。秋包伏意味着立秋后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炎热天气，这对于人体的耐受力是一个考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工作，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。同时，饮食上可以选择一些清淡、易消化的食物，比如绿豆汤、冬瓜等，以帮助身体排热解暑。4. 今年立秋是微日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建除12神是择吉时的重要依据。今年立秋恰逢微日，虽然在黄历中被视为吉日，但微字本身也蕴含了一种警示的意味。在古人看来，微日虽然适合进行一些重要的活动，但同时也需要保持谨慎和警惕。在立秋这一天，地磁场发生重大转，避免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或情绪波动过大的活动，保持平和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，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进行一些冥想、瑜伽等放松身心的活动，以帮助身体更好地适应季节的变化。今年立秋的4大特点：朝立秋、暮秋、秋包伏和微日，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。这些特殊之处不仅彰显了自然的玄妙，更提醒我们要细心观察并适应环境的变化。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，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自然的声音，调整生活步伐，合理饮食，适度锻炼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关注和小铃铛。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